在韩公宴的菜式中，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的。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，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，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。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，在柔和的炭火中，螺肉收缩，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。加入烧汁，文火烧制，不断转动，好让外壳均匀受热，以免烧焦爆裂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，响螺才算烧制完成。片螺肉时，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，只留螺肉中的精华。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，鲜美脆滑。潮菜烹饪以海鲜见长，本港的七彩大龙虾，去除外壳和筋膜，只取中间晶莹饱满的肉身，在高汤中煨熟。有些潮菜看似清淡素雅，功夫全在背后。为了不破坏虾肉纤维，放凉后得用手撕成小块，才能体会到龙虾最鲜甜弹牙的口感。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，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。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，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。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，糖裹在芋头表面，犹如铺上一层雪花。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，时至今日，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。一桌韩公宴，从菜品、烹制方式到摆盘，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。今天，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，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。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，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，才有了韩公宴的诞生。而对张生来说，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韩公宴，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，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，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。潮州菜食材讲究，选料广博，做工精细，质鲜味美。食在广州，味在潮州。2000多年历史的潮州，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。老旧的房屋，逼仄的楼道，隐于市井的正厨私房菜就坐落于此。郑主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，解放前就是潮州4大名厨之一。郑主阳是第2代主理人，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，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。我叫了那个专门个那个有香啊河边那个井啊。好。今天一早，郑主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，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。郑主阳是这家店的常客，小郑要接班，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。
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。直片的呢。那有香啊这个。这只就是毛头北蟹，也是公蟹。伊公蟹就有啲那条线，有啲那条线。鱼胶是8珍之一，素有海洋人参之誉。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，在当地，鱼胶是高档嫁妆，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。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。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，鱼胶放入油锅后，立即会缩成一团，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。发大后的鱼胶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。还要拿1、2块出来试一下，泡一下水，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。很黏的话，可能还发不透，那样焖起来就不行。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，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。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，要用水发的方法。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，再加水，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，焖煮20分钟。勾点芡以后，还要再加点尾油，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票里面，吃起来就会烫嘴。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。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蟹塔，需要用到优质青蟹。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。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，水质好，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，当然价格也高。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，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。10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，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。将蟹洗刷干净，去壳留用，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。切入到卡碎有碎粒，还有炖成这样，加一滴的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钟。只可以嚟等下清水，等落人咧就有袋，有烧啊嚟踢到，有蓋，有蓋，有好踢，對到去卡個。只韓咧只踢只功夫過大，深脆脆咯。你要卡里做一點，卡里我哋咪白。剔出蟹肉，将其剁碎，把虾去头去壳，拍成虾胶待用。把肥猪肉、马蹄都切成细粒儿，加入虾胶、蟹肉，混合一起拍成胶状。酿在蟹壳上，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状，拍上面包糠，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，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。郑成全以前在深圳闯荡，干过保险、广告，直到父亲渐渐老去。作为独子，郑成全决定还是回家，陪伴在父母身边，接下父亲名满潮州的手艺。今晚正厨私房菜客满，
又要开始忙碌了。吹个蹦起来，该怎样来蹦？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。蟹塔入口，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。猪油融化后，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。伴随着马蹄的爽脆，滋味妙不可言。只有亲自吃一口，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。这都是蟹肉哦。软糯和清脆在嘴里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这道鱼鳔焖白菜，朴实无华中带着些许奢侈。细着吃，好，来。